你这几年坐飞机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就是坐飞机的时候呢，腿几乎伸不直，前排的座椅一靠呢就会顶到膝盖。其实不是因为你长高了，也不是你变胖了，因为飞机的座位在最近10年来真的越来越挤。所以我们今天聊一聊为什么航空公司要这么做，以及这背后潜藏着什么样的经济学秘密。先看一些数据，在过去的20年间呢，经济舱的平均座位间距呢是从33英寸降到了30英寸左右，它的宽度呢也是从18.5英寸减到了17英寸，这个算下来呢，大概是萎缩了8%左右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比1990年代的乘客少了大约10厘米的腿部空间。同一架飞机如今却要塞下更多的人，而这背后就是一个字：降本。你可能没有想到，航空公司其实最不赚钱的舱位就是经济舱。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的数据表示，航空业的平均利润只有3%到5%左右，而经济舱的利润几乎为零。那为什么航空公司还要卖经济舱的票呢？是因为经济舱的使命不是赚钱，而是来分摊成本。因为飞机每飞一次呢，它的机组、油费、航权、机场都要花钱，所以能塞多满呢，就是可以分摊更多的成本。于是航空公司就发现，在一架窄体干线客机多加一排座椅，每架飞机就可以多运6个人。那一年几千架次下来，就是几百美元的额外收入，所以就是以空间换利润。在航空公司的商业模式里，有一个比较关键的指标，就是每可用座位英里的收入。RASM，如果油价涨，机票价格上不去，他们唯一能控制的就是飞机上能卖多少个座位。于是呢，高密度的布局就成为行业的共识。一架波音737以前呢是只装150个座位，现在有些航空公司能装到180个。只要每一位乘客多付一点钱，飞机多飞几次，那么航司的利润曲线就会大幅的拉高。所以现在当我们发现座位越来越薄，靠背不能躺，越来越挤的时候，那其实是航空公司在悄悄地优化他们的资产负债表。在北美飞行的小伙伴们呢，一定会很好奇，为什么美国的座位会越来越挤？因为美国的航空市场呢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，美国呢也是航空大国，出远门的话，美国人都基本上会选择坐飞机，因为美国没有高铁。你随便打开一个订票网站，一张票呢就能看到好多家航空公司在比价格，而且很有可能就是同一个时段、同一条航线，因为乘客往往只看谁更便宜，他其实不太管腿能不能伸直。再加上美国航空公司的人力成本特别高，油价波动呢也很大，所以呢，它需要拼命的压低运营成本，结果就是在我们做的经济舱上挤出利润空间。过去10年，美国的3大航司美航、美联航和达美呢，都推出了 Basic Economy 基础经济舱的票价，然后再通过选座费、行李费、升舱费、提前登记费来弥补。那么这样就进一步会压榨了经济舱的空间。同时呢，美国国内航线短的1、2个小时，最远也就5、6个小时，所以呢，美国的航空公司就觉得反正航线也没有那么长，让乘客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反观亚洲的航司，像日本航空、新加坡航空、国泰、长荣、海航，他们的经济舱呢普遍都有32到34英寸的座位间距，座位宽度呢也有18英寸。因为他们走的不是价格战，而是品牌战。亚洲的航司呢更注意乘客的体验和服务的口碑。此外，亚洲长途航线比较多，所以乘客对舒适的要求更高。在新加坡、日本、香港这些地区，服务质量几乎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，他们宁愿少装几排，也要让乘客的体验更好。当你下次坐进那窄窄的座位，腿几乎动不了的时候，不是因为你变长了，也不是因为你变胖了，而是航空公司的利润变薄了。这是一场座位空间的大战，是市场竞争的反应。现在这个时代，坐飞机出行呢，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，消费者呢也对价格更加的敏感，所以航空公司就只能拼命的压缩座位空间。只有当更多人更愿意为舒适而付费，那么现在座位的情况才会有所改善。至于像我们这种坐经济舱的乘客该怎么办？至少我们可以在订票时多看一看 seat pitch 座位间距这个指标，在 Seat Map、Seat Guru 上面输入航班号，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参数是多少。最后呢，我想说，航空业呢是永远在权衡成本、空间和体验，
而我们每一次订票的选择，其实都在决定着未来飞机的样子。OK，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聊。